大家好，我是老张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跟鸡娃相关的话题，要不要带娃弹钢琴？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，哎，老张，你的频道不是聊房产投资的吗？怎么今天开始来聊鸡娃了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带娃弹钢琴看似跟买房没什么关系，但实际上其中内在的联系可不小。有的朋友带娃练琴，娃带上了道，然后越弹越好，结果需要买一个三角，发现自己家里面放不下，这个时候还得换房。还有的朋友买房买的很大，自带一个琴房，也上了一台不错的钢琴，结果娃练琴没练几个月，坚持不下去了，费时费力，还浪费亲子关系。这个时候，钢琴变成了一个摆设，全家没有人会弹，你说这个闹心不闹心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正题。先说说我自己的情况，我在初中自学了吉他，一弹也有一些年头，所以呢，我对孩子弹琴呢是很有期待的，所以呢，我很早就开始研究要不要带娃弹琴。就这个问题呢，还跟我老婆产生了一点争执，她觉得弹琴太累太辛苦了，并没有太大的兴趣。等到娃2岁半的时候呢，发现他眼睛近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产生了犹豫，我觉得这个弹琴看谱非常耗视力，所以呢，我就逐渐的想放弃了。但这个时候，我老婆带孩子去朋友家玩，发现孩子看到钢琴爱不释手，这个爱子之心呢，然后呢，他又给孩子报上了钢琴课。前半年，这个老大也没有什么心思练琴，结果呢，我老婆又想放弃了。我们还问孩子说，要不练的话就退课算了。结果我们老大还是坚持要学，所以呢，我又再一次开始考虑弹钢琴这个事情，然后呢，就想了一些方法带着他弹，然后甚至自己也亲自下场跟他一起学。所以呢，这次有空呢，我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带娃弹钢琴的一些自身经验以及思考。带孩子学钢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几岁开始学，几岁开始找老师。在尔湾周边，大部分的老师接收孩子的最小年龄呢是6岁，但是在国内能看到大部分的教育机构接收孩子的年龄呢是3岁和3岁以上。这个区别在哪呢？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：3岁学钢琴和7岁开始学钢琴，区别呢就在于7岁学钢琴可以少花钱、少花时间、少浪费亲子关系。当然，这个只是搞笑啊。那从侧面呢也说明学钢琴，是一件相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兴趣爱好，尤其是带像3岁这样的小孩子去学钢琴。那么用人话来说，这个区别在哪呢？我个人觉得，就是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兴趣爱好的这个培养，它的理念呢是以孩子快乐、开心为主。就是6岁以上的孩子呢，注意力相对比较集中，然后呢，老师带着他玩呢，他自己也比较容易产生就是自主的兴趣，然后呢，玩一玩、乐一乐、打发时间，然后呢，培养兴趣爱好。在国内以3岁为这个年龄界为这个年龄界限开始培养的主要的目的呢，是因为童子功，就是3岁开始学呢，对孩子的听力的发展很有帮助，而且呢，有了这个童子功作为基础呢，再加上刻苦的基本功的练习呢，以后比较容易出成绩。我家老大学钢琴呢，是从3岁半开始报的名，当然前半年都是属于打酱油，也没怎么练习。然后我带他弹琴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带他，就是小孩子需要小孩子能听懂的语言，这个家长来说的话是比较困难的。老师，呃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确实更专业，然后呢，知道怎么跟小孩子沟通。当然，在我生活当中，我的大部分的朋友呢，
是属于一种后悔状态，就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弹琴，或者小时候自己不努力，然后呢，觉得爸妈没有给自己找机会，觉得爸妈没有 push 自己把琴弹好，这样的朋友呢不少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的孩子呢从小学钢琴，学得特别好，然后也出去比赛得了不少奖，因为他太太也是会弹钢琴，而且是专业的，所以呢，就他孩子属于退得比较远。当然，等他孩子大了以后呢，上大学还是选了 CS。等到他工作了一段时间呢，突然之间开始怪父母，觉得父母不该逼着他弹钢琴。然后他小时候呢，都是弹琴只是为了让父母开心，这些时间一去弹琴呢，还不如多刷题。这样的话，可以在自己的职业上走得更好、更远。所以从几岁开始弹琴这个问题呢，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答案，而且就是早弹也后悔，晚弹也后悔，弹得好也后悔，弹不好也后悔。哦，从这个讨论可以看出来，要几岁带孩子去弹钢琴，其实对父母来说是不好把握的。就大致呢，就是3岁到6岁，甚至有的6岁、7、8岁、10岁的都有，也有成功的例子，也有失败的例子。这个点在哪呢？我思考之后呢，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回答另一个更深层次一点的问题，就是怎么带孩子弹钢琴。几岁带孩子弹钢琴呢？是属于怎么带孩子弹钢琴的一个子问题。其他的问题呢，还包括买什么样的钢琴，请什么样的老师，以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为主，这些都是属于怎么带孩子弹钢琴的问题。那么，怎么带孩子弹钢琴这个问题，我们又怎么来看待呢？网上还有这样一个段子：如果你是每天玩1个小时钢琴，几年之后你会变成一个钢琴高手；如果你是每天练1个小时钢琴，几年以后你很可能会变成一个钢琴爱好者；如果你每天学1个小时钢琴，那么几年之后你可能会变成一个讨厌钢琴的人。当然，这个段子讲的有点过于绝对吧，但是呢，他也说出了一个弹钢琴的本质。弹钢琴本身呢，其实是很辛苦、很枯燥的，就是把10个手指标上号，然后呢按照时间的刻度，然后去按这个琴键，甚至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体力活，一种手指的记忆。但是从这个层面去看待这个弹钢琴呢，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辛苦又枯燥的事情。对于家长要教孩子这样去弹钢琴的话，当然是很困难的，不管几岁都很可能坚持不下去。从我自己孩子的经验来看，他在学校碰到了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老师，然后呢，这个老师呢也对教小孩子有很大的热情。他对我的孩子呢也理解的非常深刻，因为平常就是他的音乐老师，所以呢他会选择一些我孩子喜欢的一些音乐，然后呢由简单到复杂，然后慢慢的带着他去学。我在家里面呢，只要每天提醒他去练琴，练个5分钟、10分钟。到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突然也自己体会到这个弹钢琴到底应该怎么弹。它本质上其实是带着孩子去享受音乐，去理解音乐。这也可以理解很多这个学钢琴的预备课呢，都是带着孩子去听一些音乐，做一些游戏。就是孩子本身他要能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乐趣，他要能听懂一些音乐的快乐。这样的话，他坐在钢琴上把这个音乐给弹出来呢，他才会感受到内在的快乐。他有了这份快乐呢，这个亲子关系才会融洽。然后有了这个快乐呢，这个弹钢琴才能坚持得下去。所谓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这个说的是一份坚持，但是这个坚持的背后呢，还是要喜爱，要感兴趣，要快乐。如果仅仅是为了出成绩，或者是仅仅是为了把自己的孩子逼成一个学艺术的艺术考生，或者是说
有某种特长，仅仅是为了这个外在的目的的话，我觉得坚持下去会是相对比较辛苦的。从我自己的角度呢，我带孩子弹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人都很爱唱歌，常常聚在一起唱卡拉 OK。像我的长辈那一辈，叔叔阿姨、舅舅、姥爷，他们都很爱唱一些革命歌曲啊，像邓丽君啊，像张学友，就香港的四大天王。这也呢促使了我自己后来有兴趣去学了吉他，然后在大学时期呢，经常和同学一起弹吉他、唱歌，甚至上台表演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回忆，而且呢，在自己闲暇时间呢，也带来很多的快乐。然后呢，我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在我的毕业册写的，就说我弹琴呢，很多时候给宿舍的寂寞增加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。当然，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我练琴有时候比较吵吧。但是我觉得我带孩子弹琴呢，觉得这是我自己从小的一种生活方式，所以呢，我带我儿子弹琴呢，也多是以玩为主。然后呢，更幸运的是，他的钢琴老师呢，也很理解他，然后知道他喜欢弹什么音乐，所以呢，就特意找一些他喜欢的歌，从由浅入深，由简单到复杂。这样的话，他一边弹琴，自己也很快乐。然后呢，常常会主动的弹琴，甚至后来我们看他喜欢这些音乐，喜欢唱歌，然后呢还给他报了合唱团。所以我觉得，关于怎么带孩子弹琴，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。但是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弹钢琴的目的。为什么带孩子弹钢琴？关于为什么带孩子弹钢琴，我自己呢的初心就是给孩子一门兴趣爱好，这样的话，他自己以后不管境遇如何呢，有一个自娱自乐的方式，这样的话对他的身心健康呢有很大的好处。同时呢，学音乐、学钢琴呢，也能在美育上得到一定的开发，提高自己的对艺术上的品味，对这个美感上的培养。当然，这是比较高大上的说法。实际上呢，我觉得弹钢琴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能耗费他的精力，给他放电，然后呢也占用他很大的时间。因为他自从眼睛近视以后呢，也很少可以看电视。然后呢，我以后呢也不想让他去玩游戏什么的，那还不如就盯着他，让他多花时间弹琴。当然，最好呢是带孩子出去多运动，但是我的老大呢对运动的兴趣没有音乐的兴趣这么大。我个人呢是希望他多出门去运动，这样的话可以保护视力。但是呢，他是更喜欢待在家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也只有带着他弹琴。他3岁开始弹琴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他的听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就像网上有些人说，3岁开始弹琴，有些孩子呢，他就会发展出绝对的音准。我家老大呢，就有一点点，就是他在某一个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他通过听音就能知道这个琴键在哪里，就在钢琴的哪个键，就光听他就知道。这样的话，他具备这个能力以后呢，他弹琴就更容易了。他听到一些好听的曲子，他自己可以就尝试着在钢琴上把它弹出来。这样的话，又增加了他弹钢琴的兴趣。由于他这么有兴趣呢，他的老师也建议说，以后也可以考虑往专业方面试试看。后来呢，我自己就开始去研究，我就觉得说不定我们家也有可能培养出一个音乐家。当然，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有抱着这种心态，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李云迪、郎朗之类的这种古典音乐明星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你并不孤单，因为我自己曾经也一度有这种的期待，但是后来当我越了解之后呢，我就发现自己可能是有点喝高了，因为这个钢琴的成才率太低了，就是说能够谈到专业、走专业的道路，甚至成为这个古典钢琴的明星的话，真的只有在网上看到，在我生活当中
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例子，结果呢，他还是走了 CS，而且呢，还怪自己的父母不早点给他刷题，要让他去弹钢琴。我生活中的大半的父母呢，在带孩子弹到小学以后呢，基本上都放弃了，觉得钢琴太难，要么就转提琴，或者是转萨克斯风。有极少数呢，弹琴弹到后面能够帮助孩子上大学，得了奖。但是这个呢，都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，就要么父母双方有一人是专业人士，要么就是自己的孩子真的是很有天分，然后呢碰到了好的老师，最后呢能够弹出一点点小的成绩。我最近呢还认识到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的孩子在从小学琴，在高中呢得了美国一个全国性的高中学生的钢琴比赛的奖，后来呢提前被茱莉亚音乐学院录取。这已经是走得非常远了，在我生活上的例子走得最远的，读了钢琴的名校，读了古典音乐或者是流行音乐的名校，但是他最终毕业以后呢，还是转行，最后呢去学医，经过10多年的积累呢，总算走到了这个医生这个行业。所以就是说，对于钢琴带孩子弹钢琴，最终的目的要想走专业，或者是想做出一点成绩，我觉得这个概率太低了。至少在我生活当中，这个属于低概率的事件。我们能看到的，在网上成了古典钢琴的教授，或者是弹成了古典钢琴的明星，这种都是幸存者偏差。就是对于弹钢琴这种投入大、周期长，而且弹钢琴还不能带出去展示，它不像学吉他、学小提琴，最终呢可以带出去展示，然后呢可能对认识异性啊，对展示自己的才华呢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钢琴带也带不出去，只能自己在家里面慢慢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带孩子弹钢琴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要不忘初心，就是说其实只是自己陪孩子成长的一些时光，然后呢，带着他去享受音乐，然后呢，享受这个亲子的乐趣。如果是要抱着出成绩，然后呢，给他苦练基本功，然后呢，或者是要逼他不能弹错，我觉得这种呢，只会伤害孩子的耐心，伤害自己的耐心，然后呢，伤害亲子关系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吧，然后祝大家都能愉快的带孩子去学钢琴。